60餘人被拋棄荒島，15年後死的只剩8人。這是起幸存者揭露的最殘酷的吃人文明。1761年7月28日傍晚，馬達加斯加馬哈贊加港的碼頭格外沉寂。法國東印度公司旗下的魯提爾號商船正做着出航前的最後準備。這艘常年穿梭於印度洋殖民地的船舶，幾天前剛將毛里求斯的牛肉與大米送達此地。按報備計劃本應空船返航，卻在船員們連日的秘密改造中，暗藏了不可告人的圖謀。彼時，法國王室雖已頒布禁令，禁止向毛里求斯輸送新奴隸原油，並非廢除奴隸制，而是該島奴隸數量已達15000名，是白人的4至5倍。王室擔憂未被完全馴化的新奴隸引發叛亂，意圖依靠現有奴隸自然繁衍補充勞力，但禁令催生的奴隸短缺與價格暴漲，讓東印度公司與商船船員鋌而走險。當晚，在被賄賂的看守默許下，160名馬達加斯加青年男女被強行塞進魯提爾號貨艙。他們是當地商人通過暴力手段搜羅的商品，即將被販賣至毛里求斯種植園，終生淪為奴隸。夜幕降臨，魯提爾號倉促起航，船員們滿心期待着這筆暴利橫財。然而，就在航程即將結束，目的地近在眼前時，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風雨席捲印度洋。商船在狂風巨浪中徹底偏離航線，闖入一片海圖未詳的陌生海域。在漆黑的夜色中，咣當咔嚓一聲巨響，魯提爾號狠狠撞上暗礁，船體幾乎斷成2截。巨浪拍打下的船身如同怪獸巨口，吞噬了数名失足船員。船長當機立斷，下令棄船。154名船員跳入海中，向附近小島游去，20餘人被海浪吞沒。最終122名船員成功登島。被鎖在貨艙中的奴隸們本无人問津。萬幸的是，沉船過程中貨艙被撕開數個破口，88名奴隸抓住一線生機，掙扎着游上小島。但這座總面積不足1平方公里的島嶼，竟是一片無樹無蔭、酷熱難耐的平坦沙地。他們將其命名為沙島。島上全年大部分時間烈日暴曬，台風暴雨時毫無遮蔽，唯一的食物來源僅有淺灘的魚蝦、貝殼與偶爾上岸的海龜及龜蛋，生存條件極為惡劣。登島後，幸存者們從沉船殘骸中搶救出部分物資，搭建起臨時庇護所。但階層與種族的隔閡在此刻暴露無遺。少數白人紳士佔據了用船帆與旗幟搭建的巨大棚屋，掌控着所有淡水與食物。普通船員擠在狹小帳篷中，而88名奴隸則只能蜷縮在底坑，連基本的生存資源都被剝奪。最初幾日，超過1/3的奴隸因缺水渴死，直至一場大雨降臨，人們儲存了足夠雨水，情況才稍有緩解。幸運的是，幸存船員中不乏熟練的船工、木匠與鐵匠。在接下來的6個月裡，他們利用魯提爾號的殘骸與物資，秘密建造了一艘新船天佑號。在此過程中，奴隸們承擔了搜尋沉船物資、搬運重物等最危險繁重的工作，不少人因此喪命，卻未得到絲毫善待。當天佑號建成時，船員們違背了脫險後派船救援的承諾，將奴隸們遺棄在荒島，獨自返航馬達加斯加。船長或許因懼怕偷運奴隸的罪行敗露，返航後未如實上報情況，並對船員下達封口令。不久後，他便因疾病與精神打擊病逝。部分尚存良知的船員向總督揭發此事，懇請派船救援。但總督身為東印度公司貿易代表，既想隱瞞偷運奴隸的家醜，又忌憚沙島周圍的暗礁險灘，以風險過高為由拒絕了請求。此後數年，船員們多次請願均遭駁回，沙島與被遺棄的奴隸們漸漸被世人遺忘。時光荏苒，10幾年過去，18世紀70年代初，法國海軍上尉本拿，後稱窗門林，在酒館老水手的閒談中，偶然聽聞了這場被塵封的劫難。出身貴族世家，兼具軍人榮譽感與基本人性底線的他，雖不反對奴隸制，卻對殖民者背棄誓言、遺棄共患難奴隸的行徑深感恥辱。從1773年起，他通過寫信、求見、遊說政客等多種方式，持續向總督施壓，要求救援荒島奴隸。1775年，迫於輿論壓力與窗門林背後的家族勢力，總督終於派出小螞蟻號護衛艦前往沙島，但因風浪過大，小艇無法穿越暗礁登岸，救援失敗。不過，船員們遠遠望見島上升起的求救煙霧，證實仍有幸存者。1776年11月，窗門林親自指揮王儲號輕型軍艦再度出發，於當月29日成功穿越暗礁，登上沙島。此時，島上僅存8名幸存者，7名成年女性與1名10個月大的女嬰，她們皆因長期營養不良而虛弱不堪。獲救後，眾人被送往毛里求斯接受醫治，康復後因不願返回馬達加斯加，便在此定居。根據官方與教會記錄，這些女性被恢復自由身，部分接受天主教洗禮並獲得法文姓名。那名女嬰長大後結婚生子，至少活到36歲。如今，毛里求斯仍有不少人聲稱是他們的後裔。
極具諷刺的是，這場救援被法國政府大肆宣傳為殖民時期的人道主義功績，沙島也被命名為窗門領島，仿佛殖民者從未制造這場罪孽。更令人心寒的是，所有官方記錄中，奴隸們的形象始終模糊，如同被丟棄的貨物，他們的存在僅為襯托營救者的偉大，其15年的苦難求生史竟無一字記載。殖民者的冷漠與傲慢展露無遺，直到2006年起，考古學家陸續登上窗門領島，結合毛里求斯民間馬達加斯加語與克里奧爾語的口口相傳，才逐漸還原了奴隸們的荒島歲月。殖民者離開後，60餘名幸存奴隸迅速組成協作共同體，在絕境中為生存抗爭。他們借鑑造船時習得的技能，用石塊、珊瑚建造半地下庇護所，配備排水設施，歷經10多年仍堅固耐用。挖掘蓄水坑，收集雨水，鋪墊碎石過濾，甚至掌握了初步海水加熱過濾技術，在旱季維繫生命，以海產為主食，偶爾用漂流而來的椰子改善生活，還用沉船打撈的銅材制作工具、餐具與裝飾品。在苦難中保留對美好的追求，現實的殘酷遠超想象。稀缺的資源讓許多人在幾年內相繼離世，島上成片的墳墓見證着他們的絕望。殖民者離開1年多後，奴隸們意識到救援無望，開始自救。他們集中資源建造帶風帆的木筏，18名男女首次出海求救，卻被風暴吞噬。2年後，用碎木片、海鳥羽毛等邊角料拼湊出第2艘木筏。近10名勇者再次出發，最終亦杳無音信。接連的犧牲並未摧毀他們的求生意志。島上的男性早期承擔了最危險繁重的勞作，當資源枯竭時，他們主動將淡水、食物與安全的庇護所讓給女性與孩童，用生命為族群留存希望。而幸存的女性則承擔了儲水、維護火種、烹飪、照料病人與撫育嬰兒的日常勞作，同時修補工具、搭建陷阱，以隱忍與堅持守護着生命火種。在這片荒蕪的小島上，文明與野蠻完成了驚人逆轉。自詡文明人的殖民者暴露了虛偽殘忍的本性，而被視為野蠻落後的奴隸們用頑強的求生欲與犧牲精神綻放出人性最耀眼的光芒。他們的故事是一部被殖民歷史遮蔽的苦難史詩，更是人類在絕境中堅守尊嚴與希望的生命讚歌。